不要特效也能赢，从拔剑速度看，程毅的真功夫到底硬在哪？我先问你一个事儿，假设啊，现在我把2段画面摆在你面前，一段是天地剑心调好色、上好特效、剪好节奏的正片，一段是同一场戏没修过的花絮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你只能选一个，选你觉得更好看的，你会选哪个？我跟你讲，要是放在2026年的今天，我赌很大一部分人会选花絮，一个还没做完的东西，赢了一个已经做完的东西。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反常吗？我太想聊这个了，今天咱们就把它拆开看看。好，在我给出我的判断之前，我先把另一种声音整理一下啊，这不是我的观点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网上有一种声音是这样的，花絮之所以火，说白了不就是因为正片不够好看吗？逻辑很简单，如果正片够吸引人，谁还退而求其次去看幕后？所以在这种说法里，花絮的走红反过来成了正片的差评。行，这个声音我放在这儿了，但你要是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，你会发现它有个特别大的窟窿，因为它把正片和演员画了等号，它默认正片不够好看，就是演员不够好看，而这恰恰是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。咱们接着说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花絮到底赢在哪儿？先说第一个角度，我把它叫做2026年内容营销的悖论。你想想看，这几年的国产剧正片普遍是个什么状态？滤镜一层一层往上叠，调色调的人脸都快发光了，特效、微压、后期包装全都堆得满满当当。从工业流程的角度讲，这是行业越来越卷的结果，大家都想把画面做到极致精致。可问题是，精致到一定程度，它就假了。观众的眼睛是会疲劳的，看多了那种过度打磨的画面，反而开始渴望一点，怎么说呢？一点没被修过的活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这2年纯享版啊、幕后纪录片啊这类内容一个接一个的起来。大家不是不想看完整作品，大家是想看见真的。哦，对了，说到这个，我得插一句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个现象有多大。这几年啊，幕后内容的完播率明显往上走，有些花絮的热度真不比正片差。这个我没拿到具体平台数据，凭这2年的观察说啊，要是有准数的，评论区告诉我。行，现在拉回程毅这儿。程毅天地剑心的花絮为什么这么能打？关键就在这儿，他的花絮赢，不是因为正片输了，而是因为正片那层层叠叠的后期包装，某种程度上把它 raw 的那部分给盖住了一点。花絮一掀开，大家看见的是没有滤镜、没有特效兜底的程毅，结果发现，这个底子比包装好看。说白了，经得起花絮考验的演员本来就不多。火候到了的演员，你把包装拿掉，它还是那个味儿。好，下一个点。第二个角度，也是我个人最上头的一个细节，对着摄影机施法。你看这个动作，正片里这个法术是冲着对手、冲着剧情走的，可在花絮里有那么一下，它是冲着摄影机、冲着镜头来的。懂电影的朋友马上就 get 到了，这叫打破第4面墙 （Fourth Wall Break）。这个手法在西方影视里不少见，比方说死侍，主角动不动就扭头跟观众唠嗑；再比如伦敦生活 Fleabag， 女主一个眼神瞟向镜头，你就觉得她跟你之间突然有了秘密。这些时刻为什么让人着迷？因为它打破了你在看一个故事这层隔阂，变成了这个人在跟你互动。我得说清楚啊，我拿这俩例子不是要排个高下，只是借这个概念帮你理解，这俩是大家最熟的样本。可问题是，这个手法在古装剧里，尤其是仙侠这种高度造梦的类型里极其少见。因为古装的世界观是封闭的，演员一旦看镜头，那个梦就容易碎。所以程毅在花絮里这一下对镜施法，妙就妙在它发生在花絮，而不是正片。他没有破坏正片的梦，反而在幕后给了观众一种被邀请进来的感觉，你会有一种错觉，好像这一下是冲着你来的。
这一下比任何一个精修镜头都让人觉得它是活的，它是真的。而且你要知道，敢在镜头前这么松弛的玩一下的演员，那得是对自己的状态，对自己的身体控制有多大的把握啊！这不是耍帅，这是底气。这一步走的是高手开局的从容。行，接着说最硬核的一个，第三个角度，拔剑速度。这个我必须得拿出来单独讲，因为它能把前面所有的话落到一个特别实在的地方。有一种说法是，武打戏好不好看，主要靠特效和威亚。这话对一半。特效和威亚确实能影响一个动作的速度感，能让拔剑显得更快、更飘。这是技术层面的事实，不是谁的锅啊，该归功的归功。但是它兜不住核心力和控制力。你把成毅这3部戏的拔剑动作一帧一帧拉出来对比，琉璃里的司凤，莲花楼里的李莲花，再到天地剑心里的富贵，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3个角色，3种气质，可那个出剑的发力点，那个收得住的力道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不是特效能给的，这是肌肉记忆，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核心控制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老粉应该记得他早年间那些动作戏的底子。我那时候还在追琉璃，就觉得这人出招稳，装备齐了打法也对，这是段位稳定的表现。所以你看，花絮里那个不靠特效，纯靠身体打出来的速度感，它为什么真？因为它真的就是他打出来的。这就是 raw authenticity 最硬的那块底。这个判断我倾向于很确定，但 frame by frame 的精确帧数我没拿到第一手，严谨起见我说在前头，这部分以实际花絮为准。好，我们快说到头了。回到最开始那个假设，花絮和正片摆在你面前，你选哪个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很多人会选花絮，但选的从来不是花絮这个形式，选的是花絮里那个没有被任何东西兜底，还依然立得住的人。raw 终究赢过了 polished， 而诚意，我觉得是2026年这个趋势里一个特别标杆的样本。但是这事儿其实还有另一面，我今天故意留了个尾巴。在那段花絮里，除了对镜施法，还有一个几乎没人提到的小动作，我反复看了好几遍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那个细节我留到下期专门拆，下期我们就聊那个一直没人提的细节。这期就到这儿，咱们评论区见。